但是不可能没有意见嘛，对不对？总是有这个擦枪走火的时候，那关系要怎么经营它？好，所以这就进入到这个周保养。周保养是我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在国内的时候哈，在台湾还是有服兵役的，他是属于他是官哈，然后他说要帮助这个官兵哈保养他的器械，保养他的武器。所以这个是要定时，你不能等到它垮了、都冲了不行，你要固定的保养。好，所以我们就按着这个思路，然后去做一些很基本的操练。基本上我们原则上会每周一次，好，是在7到10天，大概是这个频率哈。自己保养的8个重点，好，程序提一下。第一个，我们一定会先庆祝我们过去这1周来的突破。跟有任何庆祝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去了哪些地方，我们吃了什么东西，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有任何的突破哦 ，celebrate 妈妈信主了，或者是哎呀怎么样，要提出来，然后2个欢喜喜乐一下，对不对啊？这个很重要。然后呢，再来我们第2点就是要存款，对不对？然后谢谢老婆，过去这1周怎么努力，怎么支持我，这个谢谢老公打扫家里这个。把屎把尿踢猫咪，对不对啊？真的啊，怎么这些东西虽然是家常该做的，但是不能当做理所当然，总是要帮助我们操练看到对方好的那一部分，这个是要不断的强化，而且要提醒的。好，第3个，好，这个也放在第3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没有前面的存款，你后面就要没有办法做到道歉跟和好，对不对？老公那天讲的话很伤我的心啊，让我很不舒服。对不起，原谅我吗？让我这样做伤你的心，原谅吗？哦，原谅啊，这个一定要在如果这个跳到第1点，马上在这个保养就保养不下去了哈，各自吵架，各自分开，不行。所以这个顺序很重要哈，这是经过多年的研究，真的还有亲自的实践。然后第4点，盲点提醒，有时候。老公跟老婆总是有自己看不到的地方，尤其他在人前侍奉，我们作为帮助者一定要有一些提醒，对吧？就老公，我发现哈，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哈？讲实在话，你要是在一个他没有准备好，再哗啦一下提，他接受不了，对吧？但是如果是在周保养，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保养有这一个持续的步骤，他比较容易听得进去哦。好，谢谢。然后再来就是第5点。How to help each other？ 我下一次我可以怎么帮助你，以至于你可以做得更好？你怎么可以帮助我？我怎么可以帮助你？他就可以提他的要求，我就提我的要求，对吧？好，这些都已经在存保了这个爱的款哈，觉得的前提下，好，然后再来下周目标预定计划，要做什么？要做什么？那我们下一周的时候，我们先看看上一周有没有做到那么多，可以怎么为彼此祷告，然后再来，然后最后。就是本周有怎么样学习体会，第8点如何改进以后会更好。对，就是大概能够做到前面5、6点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几年下来，它就会变成一种习惯哈。我说实在话，我老公说我是一个记录控，好，所以我基本上每周的保养都是有记录的，好，几礼拜几，然后我们做了什么。有时候我们如果有达成一个协议哈，以后。你可不可以这样？你可不可以这样？有沟通，有商量，对，所以这个说实话，人有没有懒的时候有，但是我会发现说，你不花时间保养，你就是花时间吵架，反正时间都要花，你知道吗？所以很宁可你就好好的把这个时间保养，让我们有好品质的关系。非常好哈，很清楚啊，这8点。那我就想说。师母啊，你有没有可能就是借助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你怎么样啊？通过这个8点，就是可能有一个冲突，然后在这个冲突的环节当中，你怎么样来用了这几点来保养你的这个你的婚姻？那可不可以用一个具体的例子？这样的话呢，让那一些。真的可能为这个油盐酱醋天天吵的夫妻哈，他们有一个实在的案例来操作，可能下一次遇到同样你的事儿比如说买东西呀，或者说洗衣服啊等等啊，扫房间啊，这个出现麻烦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懂哦，我们还有这几招可以用上啊，就是很实用，是吧？
方法永远都有啊，但问题就是遵守交通规则是人罪的问题，对吧？哈，有方法，但是我不愿意遵守交通规则也没有用。所以我们在操练这些过程当中，最大碰到的挑战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款没有存够，我就讲，然后大家就开始有那种 defense 保护我自己，然后就我对不起，但是是因为你怎么啊，指头就开始往外走了哈，这个是最难的。那因为我们没有第三方嘛，以前我们在夫妻营的时候还练习的时候，还有第三方，还是你先讲，你再听，然后怎么样，还有人指挥交通，我们还尊重一下人家，两个在面对面的时候肉搏战，对不对？就是来真的时候，没有人给我们指挥交通，就开始吵啊、气啊、冷战一阵子啊什么的。有的经历过这么些，你就会知道说这个顺序是为什么这么重要啊。然后第二点就是，你碰到事情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情绪上来了，要懂得暂停，就说我们先暂停在这。好，那时候很容易啊，其中一方抓着不放，不要刷啊，不行。我越烧越旺，不行。当你发现你自己开在一台高速公路上，不断的加速的时候，已经那个车子已经发烟的时候，你要赶快找个加油道先停下，先下来，不然再下去就是车祸了。所以要懂得找到那个暂停线，说，我们先停在这，我们几个小时后，或者我们第二天我们再来去再继续谈这个话题，这个很重要。你要愿意能够给对方这个空间，这也是经过蛮久的操练。然后第三，我觉得你要给上帝也祷告，让上帝有空间来工作。因为夫妻嘛，3个人，对不对？一边，然后上面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神没有介入，我不觉得我们可以经营关系到如今啊。我举个例哈，有一次我做饭哈，那我先生有意见啊，那饭的意见就是我用这个好像是一个锅子，它上面好像有这个不粘锅的这个贴哈，然后我就洗米嘛，好搅拌，哇，他有意见，你知道这个东西哈，如果剁下来会得癌症啊，怎么啊？然后我说好，我换成木勺来搅好不好？对啊，然后还是不满意，怎么样？我也火了，我说不吃就算了，我自己吃。这到底是谁做饭啊？我做饭你的意见那么多，我已经听了你的意见，你还不行吗？哇，他就不高兴了，他就东西一甩走了，我也不管他，我继续做，做完了我自己吃完我就旁边休息，对吧？然后就给他时间安静。真的，有时候你跟他讲道理没有办法，他觉得他是对的嘛啊。后来呢，几个小时后呢，他就回来了，自己装了一碗饭，然后过来，老婆，对不起，谢谢你给我煮饭。哎呦，我说哇，发生了什么事啊？就他说他刚刚去洗澡的时候，洗着还觉得自己有意，对不对？然后呢，突然一句经文从心中浮上来，圣灵对他讲话了，他说：入口的不污秽人，出口的才污秽人。说他自以为马上就哎呀主啊，对不对？然后就来跟老婆道歉了。那时候真是感谢赞美主。有时候很多时候真的是人能做的人不能做太多了，真的要靠神。你想要自己的，对不对？他圣经懂得比我多，你要我来跟他讲什么道理，不可能的，对不对？就让圣灵来自己跟他说话。所以我认为在我们安静的时候，真是常常为对方祷告。非常好哈，我觉得真的是没想到，就是其实你刚才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定要有神来介入。如果没有神，我们可能真的有很多人有很多的操练方法的，什么存款啦，什么，其实有很多学心理学的，或者包括他们参加过一些什么读过一些这些夫妻关系的书啊，他们都能做到。但是真正能让人心改变的，看样子不是这些理论、这些条例哈，真正让人心改变的，真的是神他自己的介入，对吗？没错，我曾经在我们夫妻同工里面玩过一个游戏就是在测验夫妻双方的默契吧然后我就问一个问题说，在你们家里谁说话算数？有些人说我老婆说话算数，我先生才是老板怎么的？你问我们，因为我们是各自写的嘛，各自写答案，然后再对照嘛，看你们是不是
同意是，我们两个写的都是耶稣是我们家的头，他说了就算，我们两个都听他的啊。这其实很多人少想到这一点，那这其实是我认为这个夫妻关系能够降服下来、各自谦卑的关键。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